奶奶病情加重，偏偏哥还不在，这怎么办啊？闻香榭此时没人，不如我们明日再来找大少爷。闻香榭此时没人？这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？平日里我哥被他们看管着，无从下手。这不是还有我吗？不愧是我方玉人啊！你不会想要偷药吧？跟我走。你没事吧？跟我走。你堂堂方家二少爷，怎么能偷东西呢？人命关天。再说了，我这不叫偷，叫窃。妾，你翻墙越户来闻香榭，来借抚云香，那你知道抚云香在哪儿吗？找一找，总会有线索的。哎，走走走走。玉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找你的，顺便来找抚云香。婉娘，小酌怡情，多喝伤身。我知道有一家上好的茶馆，不如今日我们改为品茶。假借茶楼议事，原来是调虎离山啊！方家大少爷果然是妙计安天下，佩服，佩服。哥，你原来早有安排啊！婉娘，这是误会，并非如此。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见死不救！今日这抚云香，我势必要拿到手。你闭嘴！哼，今天的好心情全被毁了。夜闯我闻香榭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！婉娘，二少爷小心！你一个灵族若要伤及无辜，就不要怪我替天行道。夜闯我闻香榭，偷我抚云香，还要替天行道。好，今天我就成全你们。婉娘，今日误会，我来处理，定给你个交代。婉娘，风小河，果然这副皮囊下生不出什么好心者。风小河，你受死吧！哥，闻香榭不欢迎你们，再不走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无碍。哥，我不是存心来偷抚云香的，奶奶病情加重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才出此下策。
傅云香，我来想办法，你们先回去。嗯，奶奶身边不能无人。是。我知道了。走。真的不是，没想到婉娘居然是个灵族，她还会伤人。灵族也有善恶好坏之分，不能一概而论的。况且，今天本来就是我们不对在先。那要不是情况危急，我能出此下策吗？更何况，我哥向来不近女色，我担心啊，他是受了灵物的魅惑。我们要相信大少爷，我想，他一定有自己的打算。哦，小师傅，言之有理。婉娘，我想跟你解释一下，婉娘。你休息了吗，婉娘？婉娘，我先替玉人向你道歉。玉人生性莽撞，又逢奶奶病情突然加重，她一时着急才出此下策。她来到府云香，我事先并不知情，更没有调虎离山。婉娘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但没有管教好幼弟，也是我的责任。婉娘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气，大可向我发泄出来，不要气坏了身子。婉娘，我知道你最后收了劲儿，不然我绝不会只伤成这样。可你却因为我陷入了痛苦回忆中，是我不好。我明明承诺过你，不再让你痛苦，却立刻食言了，方我深感惭愧。婉娘，婉娘，你开开门好不好？婉娘，让我当面跟你道歉。婉娘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回去看看奶奶，很快便回来。我们回来了。厅堂议事。
大少爷，您可算回来了，我有急事禀告。我要去看奶奶，等会儿再说。哎，少爷，老夫人的病已无大碍，按您吩咐，我已查明此人身份。不知是否与老夫人病情有关？此事可还有别人知道？回大少爷，老周不敢声张，只等您回来定夺。此事我来处理，你不必多问。奶奶现下如何？老夫人的病好多了，已无大碍。多亏了您从闻香榭带回来的2位高手。闻香榭？对，黄三和文清中了寒毒草。是，不过我们已经给他服下了草药，暂时无碍。寒毒草出现在方府，其中必有蹊跷。看来得提醒一下方墨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老夫人的脉象已经恢复平稳。玉人呢？哦，二少爷在厨房盯着下人煎药呢。兰泽兄，你照顾奶奶这么久，我还从未表示过谢意。兰泽兄若有所求，我一定尽力达成。大少爷能带我回方府，让我有了落脚之处，兰泽已经很是感激了。言重了，灵剑门未来女掌门人为我小小方府看家护院，是我们招待不周才对。不必惊讶，坐骨行商皆消息灵通，我知道是迟早的事。灵镜门20年前，门派至宝被盗，逐渐式微。现任掌门命继承人寻回此物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东西是叫灵虚古镜吧？你的消息确实灵通，没错，我此次下山就是为了寻找灵虚古镜，但方老夫人的毒不是我下的。我灵镜门虽小，却也是名门正派，断不会做害人性命之事。我当然知道，你身份虽然不寻常，但你对奶奶和玉人的照顾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你这么说，不是因为怀疑我？你逗留多日不肯离开，是否因为灵虚古镜就在方府？大少爷果然厉害。我可以助你寻得灵虚古镜，但是你我要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只要能寻回古镜，什么都行。我推断，现在有人不想让奶奶醒来，我人不在府里，很多事无暇顾及。在你回府之前，我可以保证方府和老夫人的安全，只要你可以找到灵虚古镜的线索。还有玉人，我放心不下他，切勿再让他鲁莽行事。成交。但是，关于我的身份，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站住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回二少爷，这是给老夫人的药材。药材？这我熟啊。这不就是艾草吗？是是是。哥。艾草是竖纹，它是横纹，两者看着相似，却大相径庭。它的学名又叫寒毒草，长期服用会让人日渐虚弱，直至脱力而死。这不是艾草，这是寒毒草。寒毒草是寒毒草无疑，下毒之人，好歹毒的心肠。哼，好啊，终于让我逮着你了。说，为何要加害我奶奶？这寒毒草是哪来的？少爷饶命啊！我真的就只是个送药材的，我真不知道。少爷饶命啊！他不过是个粗使杂役，定然还有别人操纵此事。寒毒草的事情，你们谁也不准说出去。你们两个暗地里彻查。能把手伸到奶奶院子里的人，此人定然在府中。我在这儿，他们难免有所警惕。只有我走了，狐狸尾巴才会露出来。现在这人既然在这儿了，我们就能顺藤摸瓜了。
你守着奶奶，不要让任何人接近。有任何问题，来闻香榭找我。好。唉，我和黄三为了解毒一夜都没睡。婉娘，我要申请休息一天，好好睡一觉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件事要问你们。是傅云香的事？我朋友的事。朋友？婉娘，你什么时候有朋友了？是我一个朋友的仆人的事儿。朋友？仆人？就有一天，我这个朋友和仆人出去办点事儿，回来后发现仆人的弟弟在偷东西，但这个仆人并不知情，但是勾起了我朋友一些不好的回忆。一怒之下，他打了这个仆人。你们对此有何看法？那这个仆人也太过分了吧！偷东西就是不对，该打。我觉得如果这个仆人是不知情的话，那么他就是无辜的。况且那些不好的记忆也跟那个仆人恐怕没有关系。那么无辜的人就成为了最受伤的那一个。我觉得您的这位朋友应该好好跟这个仆人道一个歉才是。道歉？我怎么可能会去道歉呢？啊？是我朋友的事儿。和你们说不明白，散了吧。是。哎，回来，给你们看看这个。这女子好生面熟啊！这画像分明就是婉娘你吧？怎么可能是我呢？她的美貌不及我的1/1000。这是方墨心仪的姑娘，你们就按这个标准去找。你确定？有问题吗？没有。有问题啊！这画像分明就是婉娘你嘛！婉娘，你看，你不仅救过她的命，还长得这么漂亮，你们天天形影不离，换谁都会心生情愫吧？我觉得这方墨就是喜欢上婉娘你了。咱们为了这爱别离，要不婉娘你就委身配合一下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会和他？哎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是。哎，回来。怎么了？这个一般人都是怎么道歉的？有客人来了，我去看看啊。我也去看看。才不是我呢！方墨，你们昨天晚上什么情况啊？你不是困了吗？赶紧睡去吧。啊？好好跟婉娘谈谈吧。哎，多谢婉娘，特意让黄三和文庆去府中救我奶奶。若婉娘还不想见我，那我走了。你伤势好些了吗？无碍。那就好。婉娘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有人吗？做生意要紧，其他事以后再说。
这里是所有下人通往主院的必经之路。你看看检查药材的那个丫鬟在不在这里？小师傅好计谋，你给我好好看看。哎，是他吗？不是，不是。哎，娜娜，是他俩吗？你去吧。也不是，哎，这是他吗？不是。你耍我呢吧你？啊，那个好像是他吗？哎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！站住！哎，别跑！啊，不！是谁在此大声喧哗？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奴婢什么都没干。什么都没干，那你跑什么？娘，她是你的大丫鬟阿曼，在奶奶的药里放了寒毒草，她要害奶奶。冤枉！奴婢不知道什么寒毒草，奴婢什么都没做。奴婢怎么敢去毒害老夫人呀？夫人要为奴婢做主啊！大奴婢，老夫人不过骂了你两句，你竟敢下此毒手，你怎么对得起当初送你进府的爹娘？他们年事已高，我一直对他们照拂有加。如今你做出这种事情，他们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阿曼错了，是阿曼一时糊涂。老夫人看在阿曼陪伴照顾夫人多年的份上，许我爹娘安度晚年。来人呐，拖下去打80大板。是。且慢，此事应交由官府处理，怎可擅自用刑？方府的事情，怎能轮得到你一个外人在这指手画脚？娘，他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他是兰泽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人儿，整天和一些不着四六的人混在一起，如何能学好？我现在就去巡殿，兰子兄，一起吧。我娘生性脾气火爆，千万别惹祸烧身。夫人饶命啊！夫人，夫人饶命啊！夫人饶命！求不得。想必这位就是婉娘了吧？在下柳中平，冒昧造访，多有打扰。这位客官，需要点什么？在下是前来求香的，什么香？抚云香。一位高人告诉我，闻香屑可治天下第一奇香抚云香。坊间传言说，只有入了闻香屑当伙计，才能拿到它。若能入闻香屑为仆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刘某义不容辞。还请掌柜的成全。来我闻香榭当伙计，也不是不可。当然不可。这位是闻香榭的伙计。哦，原来坊间传言的正是阁下。闻香榭本就经营不善，外债繁多，如果再招你一个伙计，只怕更加入不敷出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想要做闻香榭的伙计，那得有真才实学。怎样才算有真才实学？帮闻香榭赚钱。我自愿入闻香榭为仆，自然不需要工钱。这点兄台不必担心。至于钱，刘某也是出身于商贾之家，闻香榭需要多少，开个价便是。既然是比真才实学，比家底，当然不作数。那该如何？不如这样，谁能在规定的时间里清掉闻香榭更多库存，谁就能进入闻香榭。这位柳公子，意下如何？我志在必得。
此人有想得却得不到的东西，也许经这么一折腾啊，就能激发求不得。婉娘，这个过程中还可以消耗库存，一举两得。听起来的确不错。好，3天后见分晓。好。轮回流转成遗憾，偏又留恋着初见，在回忆里找成全。天何曾随过我愿，批出于世的一点。天对抗无边无你的黑暗，多少次在梦中流连忘返，醒来又消失不见。是你我才会心甘情愿，坠落在深渊，在轮回里等你回眸一眼，此刻抵过岁月万年，寻你爱你千千万万遍，为你放下所有也甘愿。在时光里回望初见那天，一瞬刻